好了，这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专题，叫做最值问题。大家看这道题，第一个题，已知抛线，点 P 在抛线 y 方等于4x 上，整理已知2P 等于 y 方等于2px，这是标准方程，2P 是4，P 是2，2/P 是等于1啊。我整理完方程之后，我立刻就知道焦点的坐标以及准线的方程。这是开口朝右的抛线，焦点的坐标1逗0，准线 x 等于-1，这是准线。点 P 在抛线上，这个圆儿呢，圆心是5逗0，半径是等于1的，1、2、3、4、5。圆心是5逗0，半径等于1，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小圆儿。点 P 在抛线上，点 Q 呢，它在圆儿上。点 Q 在圆儿上，让我求 PQ， 它也是动点，它也是动点，让我求 PQ 长的最小值。这里边呢，就涉及到我们在讲圆儿的时候学过的一个知识点，点 P 肯定是在圆儿外。圆儿外的一个点和圆儿上的一个点啊，线段的长度，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一定要转化圆儿外的这个点和圆心之间的距离，然后减掉一个半径，此时 PQ 就是最小的。那么点 P 是动点呢，它的坐标由于它在抛线上。所以我设出其中的一个坐标，用方程来表达另一个坐标。我们在设坐标的时候，要尽量的使坐标是整数，不是分数，要简单一点。所以我怎么设呢？怎么设都行啊。那你不是带我平方的吗？我又不想带根号，所以我就令 x 等于 m 的平方吧。把 x 等于 m 的平方带进来 ，y 方等于4m 方。y 就等于正负2m， 因为我的这个图呢，点 P 是在抛线 x 轴的上方，所以呢，我就直接取算术根 y 方等于2m 括号的平方 ，y 就等于2m。于是呢，题中说什么我就表达什么，他说 PQ 我就表达 P， 我不表达 PQ 啊，它的圆心。我用 m 来表示，我要把 PQ 转化成你是圆外的一个点，这是圆，它是圆外的一个点。凡是你和圆上的点都转化成你和圆心之间的距离，你不是要最小吗？就减半径。要最大呢，点 Q 就落在这儿，它加一个半径到这儿。所以我只需要表达 PM 就可以了。点 M 的坐标是5逗0，所以 PM 它等于根号下横坐标之差的平方 m 方减5的方加上2m 减0括号的平方，然后再把减1落下来，它表示的是 PM， 所以它就等于根号下 m 的4次方减去它们俩乘积的2倍，10倍的 m 方加上5的平方加上4m 的平方减1落下来，然后它等于 m 的4次方不动，这两项合到一块儿减6m 的平方。我把 m 的平方看成一个未知数，我要配方，所以我要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是3的平方，我加的是9。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的平方，所以加9。那么它们俩是这个，我加9原来是加25，所以我再加个16就和原来一模一样，再减1，所以我就得到 m 方减3的平方加16再减1。我要求这个式子的最什么值啊？最小值。什么时候它才能最小呢？让平方的相等于0呗。当 m 的平方等于3的时候 ，PQ 它就最小，最小这项是0，根号16开出来是4，4减1，所以最小值就是3。
那么这道题考察的最值就是两点间距离公式。两点间距离，它消化的知识点呢，就是圆外的一个点和圆上的点的距离都要转化成它和圆心之间的距离，然后呢变成了一个二次函数型，我们就快速的求出它的最值。好，这是例题1，求最值的类型它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例题2。我们快速的看一下这个例题2。例题2是已知点 M 点 M 的坐标给我们了。-1、-2、-3，点 M 的坐标是-3到2，点 M 在这里。已知点 M 它是平面内的一个定点和抛线 y 方等于2px， 2p 是2，p 是1，2分之 p 是1/2，所以呢抛线是开口朝右的那么它是这样的抛线。焦点 F 的坐标是1/2到0，那么准线呢，我这画的稍微有点大，小一点在这个位置。准线呢是这样的，这是 x 等于-1/2。点 Q 是抛线上的一个动点，好，我先随便的找一个点 Q， 它是抛线上的一个动点 QM， 我要把它连上，这是 QM。QF 是这个，我要求的是 QM 减去 QF， 它们俩的差的最小值。大家先想一想，我要求它们俩的差的最小值，那我应该怎么求呢？老师说过，凡是抛线上的点到焦点的距离，我都要转化成它到准线的距离。因为我要回归定义，抛线是什么？它就是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一样大，所以我经过点 Q 向准线做催线，催逐呢我用 Q 撇来表示，催逐呢我用 Q 撇来表示，所以 QF 就等于 QQ 撇。题中让我求的是 MQ 减去 QF， 它的最小值。好 ，MQ 我先不动，MQ 就是它，减去 QF 我就可以把它转化成 QQ 撇，它减去 QQ 撇。我要求 QMQ 减去 QQ 撇，要求它的最小值。那显然什么时候最小呢？你看。MQ 减去 QQ 撇，是不是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它要小于 MQ 撇，它是小于 MQ 撇的小于它是有最大值。好，我们不要小于的因为它要求最小值，它是需要大于的。那么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只有 MQ 它和 x 轴平行的时候，只有 MQ 和 x 轴平行的时候，它才能够取到最值。也就是点 Q 在哪儿呢？ M 是个定点 ，MQ 和 x 轴平行的时候，它在这儿。那么这个 Q
到准线的距离，到准线做垂线，垂足是 Q 撇。你看 MQ 减去 QQ 撇，恰好就等于它，等于 MQ 撇。所以呢，等于 MQ 撇的时候，就是它们俩差的最小值。不然的话，它们俩的差都要比它大，等于它的时候就是它的最小值。MQ 平行于 x 轴的时候，它们的差就是最小的。那最小的此时此刻点 Q 的坐标我能求，为啥呢？因为 MQ 是平行于 x 轴的，它的纵坐标和点 M 的纵坐标是一样的。它还在抛物线上，既然我都知道纵坐标了 ，y 是等于2的，2的平方是4，2x 等于4，x 就等于2，所以我就求出点 Q 的横坐标。点 Q 的横坐标知道，而且p 我也知道，这一小段它就是p 是等于1/2的。所以 MQ 呢，它的横坐标是2，它的横坐标是-3。落实到 x 轴上，两点间的距离，右边点的坐标减去左边点的坐标，所以它此时是5。那么 QQ 撇它要减掉这一段吗？这是2个单位，因为横坐标是2，所以它要减去谁呢？2加1/2，等于5减去4/2加1/2，它是5/2。5减5/2显然依然等于5/2，所以它们的最小值就是5/2。当点共线的时候，它们是最小的。这个是例题2。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例题3。例题3是比较复杂的一道题，大家快速的读题，画一画图，然后思考一下。抛线依然是开口朝右的，我先整理一下已知，它符合 y 方等于 2px 型，2p 是等于8，p 是等于4，2/p 是等于2的。快速的勾勒草图，开口朝右的抛物线，它的交点是2到0，准线呢是 x 等于-2接着往下读题，直线 L 是抛物线的准线，好吧，这就是 L 直线。点 M 是 L 上的一个动点，点 M 是 L 直线上的一个动点。比如说点 M 就在这儿，点 Q 是以 M 为圆心，1为半径，因为这是2个单位，它要以1为半径，我画出来的这个圆儿，它和 y 轴是相离的。点 Q 在哪里呢？它在以 M 为圆心，1为半径的圆儿上我先随便的标一点。点 P 在哪儿呢？点 P 它就在这个抛物线上。比如说我不要太特殊好，点 P 比如说就在这儿。它要求的是 PF， 我连接 PF， 减去谁呢？减去 PQ，PF 减 PQ， 我要求它的最大值。好，让我求什么我就表达什么 ，PF 减 PQ。那么点 P 对于这个圆儿来说，它是圆外的一个点
这是圆儿，点 P 是圆外的一个点，它在圆上，凡是提到圆外的点和圆上的点距离啊，不管是最大还是最小，我都要转化成它和圆心之间的距离，然后加个半径就最大，减个半径点 Q 在这儿，它就是最小的。这个加半径 PQ 最大，减半径 PQ 最小。那我是希望 PQ 最大还是最小呢？因为我要求这个式子的最大值，所以我当然是我减的这个数，减掉的这个数越小，我剩的越多，所以呢，它最好是越小。所以这样的话，点 Q 就在哪里了呢？点 Q 就在这儿，啊，转化成 PF， 我先不动，减去括号，把 PQ 转化成 PM 减半径，半径是1，所以它等于 PF 减去 PM， 然后再加1。这个是 PF， 这个是 PM 啊，它不一定是垂直的，这还是有一点倾斜的，因为我随便的找一点，就怕画成太特殊的垂直了、平行了之类的。现在我就得到它是 PF 减去 PF 减去 PQ， 转化成了 PF 减去 PQ。PF 我也要转化啊，转化成刚才是转化成 PF 减 PQ，PF 我也要转化一下。凡是抛物线上的点到焦点的距离都要转化成它到准线的距离，向准线做垂线，垂足是 n， 所以 PF 就换成啥了呢？换成 PN， 把 PF 换成 PN。减 PM 落下来，然后再加1，所以我最后得到的就是 PN 减 PM 再加1。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啊，我减去它是它最小的时候，它的最小值，因为它前面还有个负号嘛，也就是 PQ 它是大于等于PM 再减1的，啊，你换了一个位置，它就变大了。PM 减掉1，在这儿它是最小的，只要点 Q 不在这儿了，换一个位置，那它就比它大了，啊，就比 PM 减1大了，就比这段大了。所以负的 PQ 呢，它是小于等于负的 PM 加1的。你这个式子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式子的本质，我在它的基础上给它左右两边加 PF 加上负的 PQ， 小于等于右边也加 PF 加上负的 PM 加1。你看这个式子不就是它吗？PF 再接着转化成啥呢？转化成 PN， 因为它到焦点的距离转化成它到准线的距离，然后再把 PM 落下来，然后再加1。这是 PM， 这是 PN， 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看 PM 它是斜边 ，PN 是直角边。啊，因为 PN 是垂直于准线的，显然 PN 要比 PM 小，所以它们俩的差有可能是负的。可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啊，点 N 也落在，就是 PM 恰好和 PM 恰好和准线垂直，也就是我点 N 也落在这儿的时候，那么PM 减 PN 它是0，0加1就是1。除此之外呢，它俩的差是个负值，所以呢，你要1减掉一个数，那就比1小了，所以它是小于等于1的。它小于等于1都比1小，等于1的时候就是它的最大值，
所以这道题我们应该选 B， 这个就是求最值。这道题选 B。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例题式啊，例题式呢，读起来稍微复杂一点儿。y 方等于4x，这是开口朝右的抛物线，我依然是整理已知，它属于 y 方等于2px 型，2p 是等于4的 ，p 是等于2的，p 是等于1的。开口朝右的抛物线，迅速的勾勒超图。它的焦点 F， 坐标是1逗0，画抛物线，养成习惯，马上画准线。它经过 F 做了2条互相垂直的直线，我先随便的做一条，这条直线姑且叫 L1。L1 和它交于 AB 2个点，好吧，这个是点 A， 这个是点 B。我经过点 F 还做了互相垂直的嘛，我又做了一条 L2。它和抛物线交于点的，和点 E， 它们是互相垂直的。我要求的是 AB 结得的这段弦 AB 和的 E， 它们俩和的最小值。所以呢，先不管最大最小，我要求这个弦 AB， 然后我再求弦的 E。那我怎么求呢？那大家知道，我画的这2条直线，它们的斜率一定是都存在的，而且是不等于0的。如果我画的这条直线 AB 是垂直于 x 轴，倾斜角是90度，它的斜率不存在。那你再画和这样的 AB 垂直的那条线，那不就成了？还得经过焦点 F， 那不就是和 x 轴重合了吗？它就只能有一个点，焦点是的，另一个焦点它就找不到了，啊，是这样的意思。这是抛物线，这是焦点。如果我做的那个弦 AB 是这样的，我经过焦点 F， 我再经过焦点 F 做 AB 这段弦的垂线，你看，那我这个是点的，因为我抛物线是关于 x 轴对称的，另一个焦点点 E 我就找不到，所以它不可能 AB 的斜率是不存在的。同样啊，那你的 E 不存在，那 AB 我也找不到两个点，我也只能找到一个，所以一支 L1、L2 斜率都存在，没有倾斜角是直角的，没有垂直于 x 轴的，斜率都存在，且你经过焦点。你落在 x 轴上的直线斜率为0，你不可能落在 x 轴上，且斜率不为0。我又有斜率，我斜率又不为0，那你就随便设呀。你不是想求弦长 AB 吗？那我当然要设直线 AB 的方程。直线 AB 的方程你怎么设都可以啊，因为它斜率存在，还经过点斜式吧。y 减0等于 k 倍的 x 减1。既然你直线和抛物线相交了，当然要联立 y 等于 k 倍的 x 减1。
它和抛物线 y 方等于4x 联立，消谁方便就消谁，消 y 方便我就消 y 得。看见 y 就换成这个代数式 y 方就是 k 方倍的 x 减1的方，我直接展开 x 方减 2x 加1等于4x。步骤不多，我就直接在卷面上写了 k 方 x 方减去2k 方 2k 方 x， 把它移过来减 4x 加上 k 方等于0。k 方 x 方减去括号 2k 方加4倍的 x 加 k 方等于0。韦达定理 x1 加 x2 负的 a 分之 b， 负号就跟它约了 a 分之 b 是 2k 方加4。x1 乘以 x2 呢 a 分之 c， k 方和 k 方约掉了，就剩下1啊，这个可挺好，这个数比较简洁。所以韦达定理 x1 加 x2 我知道了， x1 乘以 x2 我也知道了啊。我们经常说思而不求，使用韦达定理用来求弦长，你看我现在就可以求弦长。此时此刻这个 AB 是什么呢？我要在这儿求 AB。弦长公式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弦长公式它是1加上，因为我消的是 y，1 加 k 方乘以根号下 x1 加 x2 的平方减去4倍的 x1 乘以 x2， 我只需要把它们都带进来。这个 k 就是这条和抛物线相交的那条直线的斜率，它不知道就是 k， 那就把它放在这儿，1加 k 方。里边的呢 x 乘以 x2 我知道 x1 加 x2 都带进来， x1 加 x2 括号的平方分子分母分别平方，下边已经变成 k 的4次方，上边呢是变成了 2k 方加4，我提出来一个2吧。在这里也行，将来我还要通分 2k 方加4括号的平方，然后减去 x1 乘以 x2 是1，所以就减4，整理一下它就等于1加 k 方乘以根号下，分母是 k 的4次方，分子呢第一项的平方是 k 的4次方，加上它们俩乘积20的8的2倍，2 8 1是6k 方，加上4 4 1是6，减去4倍的 k 的4次方，你看它俩竟然约掉了。所以 k 的4次方当然能够开出来是 k 的平方，根号下1加 k 方，里边呢是16提出来，16提出来开出来的是4，相乘的关系，我把4乘在这儿，那里边还剩个啥呢？16提出来以后是 k 方加1，哦，它俩又是一样的，所以它就变成了 k 方分之4倍的1加 k 方。它们俩一相乘，根号也不见了。你看 AB 我就求出来了。它是让我求 AB 加的 E 的最小值，我接下来当然要求的 E。的 E 我是不是还要设直线方程，还要联立消元韦达，然后再计算呢？当然不用。这里边有一个小技巧，因为 AB 这条直线你是经过点 F 的，你只要有斜率，你点斜视不就写方程了吗？我的 E 这条直线我也是经过点 F 的，我要是有斜率，我也点斜视写方程。那么你 AB 的斜率是 k， 咱们俩有关系啊，咱们俩是互相垂直的。你 AB 的斜率是 k， 那我的斜率也就是 k 的 E 的斜率，我就是你的负倒数，所以呢的 E 的斜率是负的 k 分之1，取倒数还得填个符号。那么它写出来的方程就应该是 y 等于负的 k 分之1倍的它，即使你联立、你消元、你计算，不过差别就是我原来 k 的位置变成了负的 k 分之1而已。
所以呢，我在求弦长的时候，我不要费这么大的周折，借用你的弦长公式，咱俩唯一的区别就是你这个 k 的地方我是负的 k 分之一，你的弦长我看见 k 就换成负的 k 分之一，4倍的1加上看见 k 就换成负的 k 分之一啊，它的平方。所以呢，接它的光，我们就快速的写出来，d(e) 啊，我现在算一下，1平方符号不见了，它变成 k 方分之一，4倍的不动，我放在最前边，4倍的分子是啥呢？1加上 k 方分之一，所以它是4倍的，我给分子通分 ，k 方分之一加k 方 ，k 方加1，我写成1加 k 方，除以 k 方分之一乘以1分之 k 方，约掉了，所以它就等于4倍的1加 k 方。你看 d(e) 我也找到了 ，ab 我也找到了，那么 ab 加 d(e) 在这里边用了一个小技巧，我没有写 d(e) 的直线方程，我也没有联立，我从头到尾求，而是由于它只是跟 ab 直线方程的差别在于它是 k， 它是负的 k 分之一，所以我借用它的弦长，把 k 换成 k 分之一。那么此时 ab 加上 d(e) 它们俩都求完了，那就都搬过来吧。ab 是啥呢？ ab 是4倍的，分离常数 k 方分之一加上1，4倍的 k 方分之一加1，再加上这又有一个4倍的，我把4踢出去。它是1加 k 方，然后4倍的不动啊，加1加1加2，它是2加上我把 k 方分之一加 k 方整理到一块儿，然后是8加上4倍的 k 方分之一加 k 方，它就等于不是等于了啊，我在这儿要用均值。把它看成 a， 把它看成 b， 一正做到了，二定也做到了，所以 a 加 b 大于等于和8没关系，你落下来，和你也没关系，落下来 ，a 加 b 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它们的积是常数1，所以呢，20的8它是16。也就是 ab 加 d(e) 的最小值都比16大，等于16的时候，就是它的最小值。好了，这节课呀，我给大家讲了4道求最值的问题，它体现的思想方法是不一样的。好，这4道求最值的题我都给大家讲完了。下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第9个知识点啊，稍微休息一会儿，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讲。